湖南村民打井挖到龙的血脉，井水中出现黑紫色不明液体，井水突然沸腾不止。有村民传言这是不祥之物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很多农村为了取水方便，都会在自己家院子打一口井。打井需要经验老道的师傅，但湖南一打井师傅干了这活这么多年，倒是第一次见这样离奇诡异的井。按理来说，打好的井，井水是清澈见底的，但这井竟然浑浊不堪，还不断冒大泡泡，打出来的水还呈黑紫色。这井一出现，引起了村民的热议，这是挖到了龙的血脉。为什么这井水竟有如此怪异的现象？这故事还得从村民袁绍祥说起。2017年，袁绍祥打工挣了点钱，便打算将家里的老房子翻新一下，与家中老父老母住在一起，方便照顾。但在农村生活了一阵子，在城里打工久了的袁绍祥觉得有些不太习惯。城里用水开个水龙头就好了，但这个村子没通水，每天都得跑大老远去村门口的公共井里取水，一次还就取那么2-3桶，根本不够用。袁绍祥觉得取水这事实在是太麻烦了，一次跟邻居交谈中吐槽了一下自己的郁闷。邻居一听就说：“你这是好办啊，你在自己家里打一口井不就好了？”袁绍祥一拍脑袋，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邻居见袁绍祥心动了，便说自己认识一个打井师傅，那技术杠杠的，我家那口井就是他打的，用了4-5年，一点问题没有，价格还公道，就连隔壁村的都专门过来找他打井。袁绍祥一瞧邻居家那口清澈见底的井，连忙表示给他介绍一下。邻居便领着袁绍祥找到了周洪良。周洪良一看来活了，便表示包在我身上，过几天就给你凿井。作为有多年经验的凿井师傅，给人挖井那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。但周洪良怎么也没想到，给袁绍祥打的这口井竟发生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。周洪良到了袁绍祥的院子，认真测量了一番，找到了合适的凿井位置后，便浩浩荡荡开工了。不过2天的时间，周洪良便凿了6米，不用几天，这井就能打好。没想到在第3天的时候，出现了意外情况。周洪良刚到井下工作不久，便觉得胸闷气短，呼吸不畅。周洪良连忙爬上来，狠狠地呼吸几口新鲜空气。井下氧气不足，缺氧难以呼吸并不奇怪，但这么多年都是打井打到离地面深有10几米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怎么今天才6米深就发生了这样的事？疑惑盘旋在心头。但凿井工作还得继续，由于时不时头晕目眩，周洪良不得不上上下下6次才把这口井打好。眼见着就要挖出水源了，周洪良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松了口气。但他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，凿井挖水的涂层通常是沙土层，黄褐色，比较好挖开，但这涂层确实黑色的，而且质地十分坚硬，又费了好大的力气，周洪良才把这黑土挖开。本以为冒出来的会是清澈的井水，没想到竟然有些浑浊，而且伴随着烟雾，水里还不停地翻腾，冒着大泡泡。而周洪良再度感到身体不适，连忙让上面的袁绍祥把自己拉上去。这会儿井里还有巨大的声响，把周围村民都惊得过来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周洪良猜测，恐怕是因为井下缺氧，便用绳子吊着蜡烛伸进去，结果蜡烛不过3米深的地方便熄灭了。周洪良有些震惊，
明明他挖到6米深的时候，才出现呼吸不畅的情况，怎么蜡烛才3米深便熄灭了？他又拿来卷尺往下伸，想量一下深度，但没伸多久，周洪良便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一拿上来才发现，卷尺的前段竟然融化了，散发出刺鼻的味道。这现象把周围村民都吓到了。好好的一口井，怎么会如此可怕？只见打出来的水，没一会儿就变成了黑紫色。这时，村中一位年长的村民说道：“这恐怕是挖到了龙的血脉，惹怒了龙。若非如此，怎么会出现这般不祥的奇景？”周洪良最后表示：“这口井挖成这样，我是不好收你的钱了。”说完便弃井不顾了，似乎怕沾染上什么脏东西。果真是这样吗？袁绍祥对此半信半疑，毕竟他在城里打工时间长，一些奇异现象可能在村里人看来是神学鬼学，但在专家眼里，那都能用科学解释。这么想着，袁绍祥便拿着周洪良挖井时井旁散落的黑色碎石找上了相关部门，希望能得到解答。专家经过细致研究后，告知袁绍祥，这石头是一种特殊的矿物质，由于在地底长期掩埋，在风化过程中产生了硫化氢。当周洪良挖井时，这种气体便跑了出来，所以井下会出现氧气稀薄的情况。因为气体本身浓度较高，遇水产生化学反应，便出现了沸腾、巨响的情况。伸下去的卷尺前端融化，也是硫化氢作用的结果。专家还告诉袁绍祥，这口井已经不适宜打水，换个地方打水吧。得知事情真相，袁绍祥才松了口气，并将专家的话告知村里人，这才停止了挖到龙的血脉的谣言。